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痱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得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着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寻思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。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着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白菜切完之后现在都有3万来页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我们就在这干了一页又一页，妈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，现在这酱牛肉的内心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顿面，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碴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
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。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二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然后第3样东西，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是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，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，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，妈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些鱼我原本是打算先风干再卤制，但风干的实在太慢了，我就决定都用油炸了。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呀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游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